那么民进党因为已经有发言人说了，赖清德在中常会训令你们通通要给我把二阶给我通过，把国民党给罢掉那到时候呢，我就一统江湖那民进党现在没有了，我们是从旁协助，在前面是人民团体了国民党说，你看你们说溜嘴了，明明就是你们，还赖到这个人民团体身上那另外呢说呢，这个赖清德到底有没有下令？一直说没有。那与会人士说卓冠廷得意忘形，他是发言人那他讲话不算，那到底什么人讲话算不是很奇怪吗？那另外呢，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也讲说，民进党没有主导了并没有下令说二阶罢免全过了只是说要协助了然后呢要这个公职人员呢好好去这个努力去帮忙联署去协助所以呢，联合报说绿的线都露出来，明明那个线就是绿的，你们还坚持装傻，说跟我们无关跟我们无关大家都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常常讲，你就开大门走大路，是我就是我嘛，怎样嘛，对吧？你还在那边装说不习惯爱叫个 gay 设计那甚至呢，民进党的这个秘书长，其实民进党现在是整体是这个口径一致，就国民党叫做组织犯罪组织犯罪是黑道了那到底谁比较像黑道你们自己去想想，老板去想想，做个民调看看，到底国民党像黑道还是民进党像黑道那李永昌说，你看假联署就是组织犯罪，孙中山也会生气，气到说不出话来。忘了孙中山最早的就是靠组织，对吧？什么这个黑帮什么青帮青帮吧是青帮，蒋介石是青帮了，这靠这些很多这种组织帮他的好，那么林右昌拿孙中山当垫背国民党发言人呢就说民进党是搞黑哨比赛你抹黑我，我抹黑你吴宗宪也骂法官说，什么组织犯罪？你组织犯罪有定义，你不能随便去搞，这叫组织犯罪，那个叫组织犯罪好，那么另外呢，这个香港媒体说，下一次就要指向党中央这样朱立伦，因为很多地方党部，像台北市党部主委都被压起来了地方党部很多干部都被压起来了，那压起来他干嘛？要指认嘛，谁叫你的？谁叫你这样做的说呢要指向党中央那另外呢，这个林涛说呢赖清德有阳谋不用怀疑，就是要把国民党给灭了看一下，现在国民党党部被收，是因为国民党违法作弊、抄名册、假联署，这涉及到系统性的组织犯罪的行为。国民党作弊被抓到，现在居然还怪老师抓作弊，这不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吗？来世轩。民进党去发动大罢免是众人皆知，从最早柯建铭总召的时候，他也不演了，他直接跟大家讲了，1月13总统投票完，我就跟竹龙泰院长还有赖清德总统讨论过这个了，不是吗？而且前一阵子大家如果回想的话，在中常会结束没多久，就有一个公文出来，党中央的公文，要全国的民进党党公职的服务处收联署书，上面盖了一个章，主席赖清德，这个不就是你已经主动的去这个介入这个罢免了嘛？所以说卓冠廷是这样，他是我跟这个原之委员以前的同事了新北市议员，他的政治论述我不认同，可是他每次讲民进党相关资讯的时候，其实蛮准确的，毕竟他是中央的发言人。上个礼拜我们新北市议会开议所有民进党议员在攻击的是什么？说什么新北市政府查水表，因为那个店家饼家介入了洪孟凯的罢免案，所以在讲说这个到底怎么样？搞了老半天，到最后他终于喊出一句，他在议会里面说大罢免大成功，出现了一个小柯建铭在新北市议会。所以当他今天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是卓冠廷不小心讲出了真心话。那你看到马上，其实他们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个一定会被在野党拿出来编，而且会烧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动作的消毒，从秘书长亲自上前线去消毒这件事情，然后再到今天他们所谓的中常委开完中常会出来说这个得意忘形，直接去切割这个卓冠廷，我觉得都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个也不用去争论。那至于这个他们秘书长林右昌讲的东西说什么孙中山，民进党现在在做的事情，这些民主前辈以前党外运动的这些人士不在世的那才会气到从坟墓里面爬出来，在世的也讲给你听了，吕前副总统，这个谢长廷。还有谁？还有这个陈水扁、林卓水，结果呢，通通中共全路通路人，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的状况。所以他在讲说这个孙中山会气死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颠倒。真正的问题是民进党最后组织犯罪是像刚赵大哥讲的，是针对黑道再去做的这个条例哦。第一个，这个其实很难成立的。我还去问了相关的律师朋友，他说其实基本上会用这个名义把他们抓回来讯问相关的案件，但是组织犯罪要能够成立，其实并不容易，它有一些条件。所以你今天堂堂一个执政党的秘书长，他们全部都在讲说，国民党现在用组织犯罪去做办理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他接下来要怎么做。那也不要怀疑他们要消灭在野党的决心，因为在这个法律上面，其实它是有根据的。尤其是管理政党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他亲口都已经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底线的。好吧，孙中山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你到全世界的各地的 Chinatown， 到包括美国啊什么，外面都有4个字：天下为公。那你去讲孙中山，那你想想看，这个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你民进党有做到吗？有做到吗？对不对？你现在天下为私，还想把一统天下，对不对？一统江湖，把国民党都给干掉了。你孙中山知道你们这样干才会掉眼泪，才会这个好笑。来，来金。就不了解国民党党史的，就不要在那边胡扯了啊！这个黄花岗72烈士里面呢，很多都青帮的啊。然后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力量啊，就是在国家呢面对到这个危难之时的时候，那时候清末民初很多这种青帮，他们那非常的有组织哈，所以呢，他们就加入这个反清。就是要打倒这个腐败的这个清廷，建立民国。然后蒋介石自己呢，还曾经拜这个青帮的为师。那时候在军阀割据的时代的时候，军阀割据，他也要有他自己的力量嘛。黑帮呢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哈，所以青帮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啊，所以这个不要胡扯了哈。但是呢，我在想，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那个民进党还要这样子装哈？因为明明在第一阶段那个联署的时候，赖清德其实就已经有在这个下令啦，所有的这些通通都要发动，所以那时候不就是柯建铭不是很得意吗？你看我过去不就是预告这个赖清德会大出场，他就已经大出场啦，所以他们所有的议员什么都是动员起来了啊，都动员起来要这样子联署啊，来去做，而且还要考绩嘛。好，那要来联署罢免，而且你如果说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考绩的话，还要处罚。可是他们前面一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忙过的。他说那这样算不算呢？否则你现在不是要我把那个组织的人头都交出来嘛？哈，所以在内部还有一些争议。可是为什么到了2阶段的时候，明明这个赖清德呢，他就是说35个被罢免的人，通通都要过哦，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子否认？我在想啊，会不会是因为呢，现在呢整个的大气候变了哈，特别是因为川普的关税大战，其实呢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政府对于不干正事哈，一天到晚这边搞这个大罢免呢，其实是很厌烦了这一点。另外呢，就是他们对国民党的这个司法追杀，我觉得已经到这种愤怒的临界点，就是爆发了。426的游行，426的集结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所以当民进党做过头的时候，它必然会引起反弹。那在这种反弹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是不是民进党现在他们担心他们的大罢免前一阶段呢？大罢免呢是真的有可能大成功的啊。可是他们是不是现阶段看起来这个大罢免搞不好没办法大成功了，所以才要下达这么大的一个力度，叫他们通通动员起来？我个人觉得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喜欢收割的。你看看林右昌那时候对谢国良罢免的时候，他中间其实已经是有牵涉进去的。可是你看他当罢免不成功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原本开始就是不赞成大罢免，而且这是公民自主。所以他为什么这次要出来否认？那就是应该是他们整个的罢免的局势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顺利，所以要有一个公民团体来当一个防火墙。那这个防火墙就是告诉你，到时候你罢掉的好不好，到最后完的时候有2个或是3个不如他们所说的这个大罢免大成功的状况之下面，还是推给第一线的公民团体，这是很明显的嘛。如果今天已经所有事情都在他们的掌握当中，他们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大家就是合理的怀疑。目前为止，虽然说外面的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呢，好像一次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热烈，但是我说实在的，这个还是跟地区有关，而且整个在同温层之外，每一个人都如民进党所说的，都可以过完2阶，然后
可以，只要是2阶过完之后，3阶每个人都会出来，然后投同意的票一定会高于不同意吗？如果真的有把握的话，今天就不会有林右昌今天做出来做很多的反驳跟否认，包括吴思瑶也在这个时候来做出否认。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对不起，我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前面写说，他不是说30个都要过，他是说35个都要救。这个逻辑是什么？他们现在洗脑已经洗成说，我要去救这些选区的人啊，这罢免他们是救，当然，所以他把选书冰斗变成了现在是一个爱国运动，对啊，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的操作方式。休息一下再回来，就是救。好，基隆的民政处长准备这个约谈哈，然后这个说他都从实招来了，所以40万交保啊，那他辞职了啊，辞职了。刚刚有副处长暂时来代理了哈，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其他2个人啊是被他羁押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啊？说他啊这个用户政系统查个资。还有多人未到案哈，那这什么意思啊？这有2种吧？你民政处长因为有资料嘛，一种是说我把资料给你，这不行的；一种是呢，你联署好，你要查查看说这个人有没有死人。我觉得这个还好啊，这有什么问题？哦，实际上呢，这个上次的公投就已经有这个经验了，他们只要把名单送到 Excel 档里面去。跟这个每个户政单位都已经有资料库了，一进去以后勾稽出来死的啦，不在这个里面没有4个月的就剔掉了，哦，所以呢，如果你把资料给别人，这是不可以，这违反个资。如果说呢，本来中选会也会去查的，哦，这个选委会去查到底这些人，否则他怎么会知道呢？哪些人是假的，哪些人是死的？就是进到系统里面勾稽了，哦，就看到底你有没有泄露个资，我觉得这个比较严重哈，比较重要哈。那另外呢，现在说他泄露个资哦，然后呢说他伪造文书哦，然后给他交保了，又要抗告。这个检察官不服气要抗告哦。那另外呢，这个罢免的宣传车就在基隆广播啦，说市政府非法提供个资，林佩祥就政治操作抹黑哦。所以如果是民政处长把资料给你去抄，那怎么会给你死人呢？那资料都有，这已经死了。对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侯友宜说呢，新北市党部书记长被羁押禁见，侯友宜说司法已经成打压异己的工具了哈。那另外呢，他们说新北市选委会是球员兼裁判，侯友宜说你不了解就不要乱讲，好。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台北市2个干部不是被羁押，他们去抗告吗？高院呢驳回，把他关起来，理由是虽然这是伪造文书，不是重罪，但是为了联署去伪造文书，就不是一般的伪造文书可以比的，这乱扯。伪造文书就是伪造文书，你不能自己给他下定义，而且它影响了谁？这个高等法院可能不懂啊，就是说它只是1阶的联署嘛，你就算是有人死的，有人这个假的，不到4个月等等，我刚刚讲我一送到电脑里面去就把它剔掉了，所以它根本不会影响谁啊？它影响了谁呢？你说因此大家认不出来，所以他本来不应该1阶通过的，现在1阶给他通过了，所以呢有影响，这也许还有点道理，事实上都不一定有道理。为什么？因为还有2阶啊，还有3阶投票，不管了。但是他1阶都没通过嘛，所以要补件。为什么要补件？就已经把这些不对的已经剔掉了嘛。它影响了谁呢？伪造文书不是只有伪造文书哦，还有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个人者，生损害，他现在生了损害于谁呢？没有啊，这些资料都剔掉了。如果说我找不到这些资料，被你蒙混哦，然后呢，这个让你过了，一下就剔掉了嘛。所以到底有什么严重呢？说是会影响别人呢？高等法院到底知不知道？知不知道这整个的过程啊？看一下。他是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元祥，因涉嫌幽灵联署遭约谈，最后以40万元交保。在妻子陪同下，张元祥不发一语。不过张元祥能免被羁押，法院就透露，因其坦诚犯行，认了用职务之便查询户政系统个人资料，以帮助罢免民进党议员联署，也就是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伪造文书。在这1-2天
会跟人事处、政风处，还有民政的相关的主管的业务讨论。假如有更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立刻的向各位报告。民政处长是否换人？谢国良说还在考虑中，但绿营议员就质疑张元祥能如此明目张胆，是有高层授意。我在政大法研所刑法中心念了4年半，才把我的硕士辛苦的拿到。对于一些刑法的构成要件，我是相当清楚而且谨慎。无独有偶，同样因幽灵联署而被羁押的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书记长陈真荣，也被绿营点名是球员兼裁判。因陈真荣不只是党工，也是新北市选委会委员。这个事情呢，老实说，对新北市选委会来讲，一定是一个重创，那也会让大家怀疑这个选委会的公信力。对此，新北市选委会回应，将依法提报中央，免除派任案。只是蓝营不少地方党部被搜索，立委吴宗宪就指控是因检察总长召开视讯会议，要求各地检署严办蓝营及支持蓝营的罢免联署战。没有，当然没有啊。不过，看在蓝营支持者眼中，或许不是总长说的那回事。赖佳宇，这个张渊祥是前基隆市长张通荣的儿子，那他是被抓是因为说他跟基隆市的国民党的党部主委是先被抓，然后在手机里面发现有个微信的群主叫盛之群主，然后里面有张渊祥，张渊祥就疑似把这些基隆市民的个资、户政资料等等上传到这个群主，所以因此涉及到泄露个资，还有这个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那当然整个事件，我觉得不管从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台南、宜兰所有的国民党的党部主委发生的这些一连串的事件，最应该负责的人，当然就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为什么从下到上会有这么一连串的大家认为是组织型，大家不约而同都去纷纷的抄名册、伪造文书等等？那这个事情该扛责任的人，不就是应该是党之主朱立伦吗？可是到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些党部主委、党工、年轻人一个一个被收押、被调查，但是朱立伦好像置身事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是党主席应该要先向全民道歉，包括说你国民党的这些党部的主委或是年轻人，如果说因为你主席的关系被迫扣上这样子的帽子，那主席不是应该也要去自首吗？结果你去中正1分局自首的是集会游行，不是这个伪造文书的事件，所以事情演变到现在，我觉得国民党这些年轻人是真的非常的可怜你看这些领衔人的年轻人，很多人他出来可能也搞不清楚状况，或者是很多人他根本不知道说这些罢免书从哪里来，人家给他就送出去，他就是一个挂名。问题是后面指使这些人去抄名册，或者是有死亡联署的这些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这个才是现在检调要去厘清的，是不是一个组织型犯罪，或者是党中央到底知不知情？那当然，你说民团的这些联署的过程中，如果大家有看，他们是刮风下雨不分时间都在街头摆摊，这些民团的背后驱使他们的是他们的信念、他们的理念，不是政党可以轻易去控制。如果今天政党可以轻易去控制，那为什么国民党办不到？为什么民进党的这些这些民团支持的这些人，他们可以这么努力，可以这么认真，所以我觉得相较之下，当然就是理念跟信念的不同。所以你说民进党赖清德总统有没有办法去下令？当然没有办法啊，赖清德总统只能叫大家全力去协助，没有办法指挥民团，也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些罢团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联署。那刚刚世轩讲说这个不要怀疑执政党消灭在野党的决心，这句话我们只记得黄国昌曾经说过，不要怀疑我消灭国民党的决心。民进党没有这样。从小的梦想就是消灭国民党。黄国昌也是。好不好？才会。我觉得现在侦查不公开了，所以民政处到底有没有就是有失违法的话，我觉得都要尊重这个司法检调，而且你要追查到底，就是这个追查方式我们都尊重了。但我觉得现在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像刚刚这个嘉瑜委员东猜西猜，然后不断像竞检一样臆测东臆测西臆测。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整个民进党像是刚刚嘉瑜委员也直接就无限上纲到这一定有人
有人指使，然后甚至无限上纲到是不是朱立伦主席要道歉？那说真的，现在其实大家应该关注的都是民进党刻意用司法检调，然后用一个极不合理而且非常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在侦办嘛。所以曾经那个担任新北地检署检察官，然后高雄地院法官的这个律师吕俊杰，他就直接讲了，像过去啊，他们在侦办这一些比较高度政治的敏感案件的时候，他们侦办的力度、侦办的手法、侦办的方式都会相当的严谨，都会比较谨慎。因为他说，像是这样子高度这个政治敏感的案件，你一定大家都会关注嘛，大家都会紧盯你的司法威信。如果你一旦办不好的话呢，那你的司法可信度就会被大大的受到重击。可是很显然的，现在执政党，现在赖清德已经不管你司法检调，已经不管你这个国家到底还有没有司法威信了，反正呢，我说要就是要办。所以之前这个吴宗宪委员在立法院不是才爆料吗？北检跟调查局有一个这个视讯会议，然后结果出来了，两方讲法不一样。北检说没有这一场视讯会议，结果呢，调查局自己在4月23号立法院谢龙介委员的质询当中就说啊，的确有这样的视讯会议。那两个人是不是要先去串供一下？两边是不是要先去串供一下呢？事实上是现在北检跟调查局两边都已经成为赖清德的打手了。我们现在要去反问的是啊，现在的司法检调还可信吗？而且像是基隆，其实事实上这个民进党在基隆的联署也有问题啊，我们也去告发了啊。那你查，你有把人就叫去调查局查吗？也没有啊，七早八早去敲个门。讲简单来说啦，今天国民党这一些党工在里面真的是无法睡觉，但是这一个人他就是被打扰一个睡觉而已。两边手法差这么的多，你要说去相信这个司法检调是中立的，鬼才相信啊！就是说基隆因为林佩强有100多个这个所谓伪造文书嘛，那在这种情况应该是调查民进党的搜索民进党的这个基隆市党部嘛，他就没有。啊，那国民党的话就搜索党部嘛，加羁押，对。那对了，所以基本上哈，就是说，我觉得除非赖清德现在下令，否则的话，现在我觉得各个地检署已经杀红了眼。是。然后呢，一发不可收拾。什么叫一发不可收拾？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大家在比赛嘛。为什么你可以押3个人，我交保的，我一定要抗告哦？所以彼此人们比赛，看谁的功劳大哦。那所以，除非上面真的强说你们不要这样干了。否则的话，一旦发起了以后呢，要么停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上面只要没有叫他们停止，彼此都觉得说，哇，这个表示上面一定是默许了，一定要拼命的表现给上面看，将来才有机会升主任检察官或升检察长。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台东。哦，他们要罢免这个国民党的黄建斌委员了哈，说呢最近呢这个他们收到了一封很荒谬的联署文件啊，所以就是要联署，因为随便送那个罢免团体基本上都希望多多益善嘛，所以你只要给我就收了，我总不会说不收你嘛，而且你是假冒什么我也不会知道哦，干嘛去得罪你，反正都是收，而且呢我可能要检查不了的呢。这个选委会就会自然会剔除，所以他没有影响到谁啊。那这部分好笑的呢是呢有唐太宗、李世民，哦，唐玄宗、李隆基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大将哦，什么这个通通在上面哦。我这个人的历史还蛮知道，所以他应该是老鸟，不是青鸟，他历史比较好。所以呢，这个还帮他们签名，卫子夫、李隆基、李世民。什么李大亮谢玄这个徐茂公这个等等等池基标池府千岁、池梦标，可能看那个大陆那个剧也看得多了，或是这个历史读的还蛮熟悉的哈。那连胜文说蓝营必须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多数民众对 Mr. 赖是不满的Mr. 赖当然讲赖清德，他讲的比较含蓄他的是有点讽刺他就说谎言先生赖，然后赖LIE 然后呢这个因为洪孟凯现在2阶今天也通过了，所以洪孟凯说要正面迎战这是一场正面对决的时刻，我们要团结合作，一席也不能少那洪孟凯在年轻的在立法表现算不错了脑筋口齿都很清楚在林口那边也是最高票
那另外呢说，现在可能因为35个通过1阶嘛，报国民党委员说25个可能会通过2阶，进入3阶啊。那罢免团体的说，能够通过这么多人。还好有民进党在后面帮我们，因为民进党拼命撇清说跟我无关，但是罢免团体人士也说还好有民进党啊，他帮我们去联署哈。那这么多民意代表加入哈，那另外呢，徐巧芯也宣布他要全面代收所有罢免绿委的联署书啊，因为这个15个嘛，通过1阶嘛。那很多只有选区去联署选区的，他说我这边都收你们不同的选区，因为可能住在台北市，但是可能户籍在不同地方，我都收我们看一下。台东罢免团队秀出2阶段联署书，但我们放大仔细一看，这上头的联署人有李隆基、李世民，还有李大亮、卫子夫、谢玄。等一下，这名字怎么有点熟悉？好像在国高中历史课本有出现过，让罢团质疑这联署书似乎有问题，因为怎么这么刚好都是历史人物？但是像这种很刻意的是恶作剧的行为，我们大家还是不鼓励啦。那我们上面有出现了什么五府千岁啊、慈府千岁，还有这些神明的名字哈，那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心人士所为啦。罢团进一步查证，发现7个人没有一个是中华民国国民，不止汉武帝皇后、唐太宗、唐玄宗名字都被冒用，连神明的名字也不放过，让罢团直呼硬生生的被强制上了一堂历史课。民进党台东县党部也谴责这样的奥博。越是接近联署收件的尾声，此类恶意假资料越是频繁的出现。我们对错评小组有信心，第2阶段能够一次过关。不过罢免联署2阶段进入尾声，如今团队也砸重金拍摄广告短片宣传。全台大罢免潮，罢蓝罢绿团队抓紧每分每秒跟时间赛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送出有效联署书。来，这我觉得真的实在是，影片拍得不错，不错啊，因为都是品质都蛮好的。有啊，就当初我们在删文化部这个黑潮计划的时候，就有不是爆发陈玉珍跟这些导演互相在互呛嘛？那导演就会这些拿到文化部补助钱的很多的新锐导演就认为说他们要加入这个部分，所以他们就用他们的这个创意，就拍出非常多的好的影片了。我想这需要人力，也需要脑力，然后当然最需要很大的一个财力哦。那我还是认为这个目前来说，你会看罢团团体真的是感谢有民进党，否则无以为继。因为你看，你一天要8个，因为罗志强这个大安区的时候，我就特别每一次有时候开车经过就会看到8、9个人。如果你就算嘛，从早到晚，一个人好像是白天好像一个人是250块钱，晚上可能300块钱。你看一天下来8、9个人，我没看到什么人在联署，可是我不晓得他的联署书为什么可以冲这么快。然后呢，你说这需不需要很大的财力？当然需要，所以这绝对是有民进党在后面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啊。那黄建斌这你看出现这么多很荒谬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老鸟，不是青鸟，因为青鸟对中国历史都不太熟，就老鸟。你看这边有持府千岁都进来啊，对历史，那古人是不是要有个子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东西就发现蓝绿都有很多荒谬的一件事情啊。我真的觉得不要每次都只说蓝，然后民进党硬是要把这个东西跟国民党连在一起，好像一副只有国民党会讨厌你们这些人。你不知道，除了国民党之外，有很多社会很多人也很讨厌你们这些，想要罢掉你们，所以每次他们硬要这样的一个连结。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跟这些罢团体啊，他们不管是用很多年轻的力量，用很多自己的一些后面的一些创意，的确是让铺天盖地的，让国民党真的刚开始是有点措手不及了。那你现在当你被逼到墙角的时候，当然要立刻来去做一个反制的一个动作。所以直球面对，你看洪孟凯，我也不能够理解，他们拿得出来理由都非常奇怪。像今天像我们云林的丁学忠很好玩，骂他的理由就是一个他协助同党的张家俊收掉了老人什么年金什么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有一堆很荒谬的一个理由，或者是你刚刚所看到的，你真的是要毁一个人，你真的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但是你有必要做到这样一个层面，那对国民党来说就是直球面对。那之前面对的话，1阶、2阶，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拿到你那么多联署书，3阶真的要实体人出来。还是呼吁大家，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你真的认为台湾不要每年都在选举，你认为民主制度就是4年选一次不行的，你就把它换掉，但不需要这次要做罢免。你如果认同这样的一个理念，希望一个民主的理念，你就要站出来投不同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教育是未来在罢免之前，真的不断要提醒大家出来投不同意。海元之，对，那个台东收到那么多古人的联署书，然后不就证明了
有一些霸团他狩猎主诉，他没有办法去求证说这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或他各自对不对嘛？不就是这样吗？那还不刚好你们台东人知道李世民是唐太宗啊，你才揪出来啊。但是他如果不是这个名字，你就揪不出来啊。所以本来我觉得检方大动作的去办国民党的这些党部，反而就有一点点政治介入司法啦，这是非常明显。他现在把我们从北到南主要的干部都抓光了啊。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黄吕锦如是主要台北的主要负责人被抓了，新北市那个书记长陈振龙是主要新北的负责人被抓了，然后现在基隆也好几个干部被抓，宜兰好几个干部被抓，然后高雄的领衔人被抓，然后还有其他宜兰的也被抓，就是国民党几乎要协助霸团的或者是霸团的领衔人都被抓，那我们要怎么罢绿啦？所以现在很多法界人士实际上都跳出来觉得很扯第一个扯是说，这个案子是伪造文书，根本不是一个重罪。以前没有看过重罪是那么大炮打小鸟的，没有。就像刚刚赵大哥讲，这是结果犯嘛，你伪造文书的结果要影响才会有罪嘛，如果没有影响结果是没有罪的嘛。更何况很多那个联署已经被踢掉，它甚至于变成公文书都不是啊。但是呢，现在哇大动作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界人士讲说，即便是案由之外，还要看这个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现在两边这样霸来霸去，对社会影响很大，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国会议员就是多数的展现嘛。那结果现在司法介入了这个互霸啊，你就是让绿的被霸被保护，然后蓝的这边就被针对，那你等于是有透过司法去影响那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可能是跟真正民意是背道的，那你不就是跟这个是对社会影响很大就大介入。所以法界觉得有点看不下去，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卓冠廷讲的嘛，就是赖清德都在看大家啦。其实卓冠廷讲的是什么？他的原话是说，所有的各区的议员啊，如果没有去协助霸团的话，赖清德都看得到啦。哇，这样子讲大家不吓死了？赖清德是总统看得到不吓死？那赖清德可以影响他们党内的民代，他当然也可以影响这个国家啊，对不对？那所以大家当然就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搞啊，但最后我要讲一下那个林右昌啊，林右昌说什么国父孙中山都会生气的跳起来，我真的看到民进党这样搞，真的会跳起来啊。他还那个林右昌还讲那个国父讲罢免是民主的什么刹车皮，然后说因为民主失灵才有罢免。国父没有告诉你说罢免是输不起翻盘的工具，好不好？我们现在的去年1月13号，大家一票一票选出了新的国会议员。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执政者因为不想要被监督，透过罢免门槛比较低这个漏洞，要去推动罢免，然后把去年多数的国会议员把罢免掉。请问林右昌，国父的罢免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不是的话，你跳出来还用国父这个名字来帮你背书，好不好意思啊？我在讲国父真的，如果真的气到跳起来，真的就是因为你们民进党啊。来信。而且我觉得民进党这一连串的动作哈，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真的是它会激起反弹的哈。但是呢，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它有一个困难啊，就在于是当他把所有的这些，就像刚才这个元之所说的啊，当他把这些实际上这操盘要罢绿的国民党的这些地方上面呢，真实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干部都抓起来之后，他除了让国民党要去发动这个2阶段的联署罢绿罢不成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反罢的那个关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让这个民众了解？到现在为止，所以为什么一讲再讲，到现在为止还是有非常多的蓝营的支持者呢，他们不了解。你要反恶霸是要出来投下反不同意票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呢联署的状况不一样嘛，达标的那个时间不一样，你2阶啊送进去之后，有些人比较快，有些人比较晚哈，然后这样子一波一波的，所以到后来呢，我们可能呢会被面对到的是周有罢免，周有罢免呢，那就不利于国民党呢要发动一个集体的反恶霸。你如果说35个哈，我们假设35个都过关好了啊，35个，然后在同一天的话，那当然很好弄啊，那你就可以去号召大家出来
可是就是不会，中选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的让国民党这么的好过的。当他周周有罢免的时候，你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动员很困难了，我的行程的安排也很困难啊。我搞不好我就趁着有些的长周末，我要去度个假或什么的，那你就投不下，你就没有办法出来投这个反罢免的不同意票了。所以这个国民党真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啦，他的后续的每个阶段的如何去维持那个步骤，如何的让选民呢能够清楚的是，而且重点是你要精算选票，最近有几个民调呢呈现出来的啊，对于蓝营是很不利的，比如说像桃园的牛许婷啊，就说不同意罢免他的占多数。可是第一个他遇到的难关就是这些人呢不知道呢要出来投这个不同意票，要出来投票，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他真的被罢掉的话，他再当选率不高哦。不是，我说蓝营的人再推出新的人选，的当选率不高哦，他可能会被他们未来提出来的郑运鹏或什么样的打败，这就是国民党要面对的2大危机。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台南现在吵成一团民进党了林俊宪去骂那个陈亭妃，都是蓝的支持他，而且谢龙介派的议员都支持陈亭妃那因为上次不是那个什么蔡玉辉他们主持一个停车场的这个破土然后呢林俊宪没去，但是他说他是争取的，那陈亭妃说他也争取了。然后呢，他们一起破土动土所以呢，林俊宪对陈亭妃不满就是说，你看这个蔡玉辉都跟陈亭妃站在一起都是谢龙介的人等等嘛。那另外呢，这个林俊宪又指说，谢龙介结合陈亭妃介入初选。那陈亭妃说，团结最重要，不是？但有点奇怪了谢龙介选台南市的。那现在陈亭妃调查是民进党里面最强的，所以理论上讲，谢龙介会希望陈亭妃出现吗？当然不会。你自己想想看。对啊。我如果要选，我当然希望对手弱嘛，我怎么希望对手来一个最强的呢？好吧，陈亭妃就四两拨千现在团结最重要我们赖清德主席都说要团结忘掉过去努力面前等等那另外呢，谢龙介今天看到陈亭妃要伸手握，陈亭妃甩头就走，谁跟你握手而且说谢龙介跟林俊宪比较好现在谢龙介跟谁谁都怕因为都不要跟他好，都是他是对方的人这不很好笑吗？我觉得真蛮好笑的那这个所以呢，谢龙介说很衰，卷入林俊宪跟陈亭妃的战火。谢龙介呛说不要把政治弄得没人性嘛政治大家也都是朋友这干嘛搞成这样的？握个手他们都要躲我，还说我是对方的人那另外呢，因为林俊宪轰陈亭妃，所以王世坚去护航陈亭妃，说没关系，委屈就是他的勋章，也不需要赖清德调停，不需要林俊宪骂吧，越骂陈亭妃民调越高等等那联合报在旁边看，说内斗林俊宪、陈亭妃内斗斗不完，所以呢赖清德的本命区一锅老鼠屎哇，这个通通骂了。我们看一下。出电梯巧遇谢龙介，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头也不回，快步直奔会议室，左闪右闪，就是因为被党内对手林俊宪指控勾结蓝营。刚刚谢龙介委员想要跟您握手，但您看到他是不是有点尴尬？林俊宪比较好。谢龙介到现在跟谁最好？谢龙介的议员都支持谁？都支持陈亭妃谢龙介他本人的议长票投给郭信良，投给陈亭妃最亲密的战友。陈亭妃和林俊宪隔空抹蓝，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党内互打，林俊宪打议长跑票案，唤起台南人回忆，似乎要和陈亭妃做出区隔，但也被回酸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去跟谢龙介拍片，没有，我没有跟他拍片，我没有去开箱，没有。党内团结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党内的团结不是去团结国民党，不要去然后让民进党内的议员几个密谋来跑票，这个就是分裂民进党嘛。
这是在台南对民进党最大的伤害啊！这是在等渔翁得利吗？陈亭妃在等电梯，谢龙介站一旁露出微笑。虽然对方连正眼都没瞧，但谢龙介还隔空送暖。我不会难过，但是有一点心疼啊！不讲道义了哦，大家政治不要弄到没有人性。如果说民调落后啊，比较急。这我们可以体谅。府城之争，蓝鱼定于一尊，反跟绿营内部斗争从暗潮汹涌变台面化。嘉宇，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最开心的就是谢龙介，大家看到他那个得意的笑容就知道他就是渔翁得利嘛。那当然对林俊宪来讲，他也是满肚子委屈，因为毕竟他在台南所争取的停车场，包括善化新颖的停车场哦，在这个相关剪彩的活动被国民党的议员攻击哦，说啊你都没出力等等。那明明他就有会勘记录，那他也认为说这个国民党的议员目前谢龙介底下的这些人全部都支持陈亭妃，那他就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导致民进党最后选举或者是分化等等的这些问题？那当然，我觉得选举本来民进党就是一个良性竞争，大家在选举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火花。那尤其是台南竞争特别激烈，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是君子之争，只是不希望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火花下，让国民党渔翁得利，尤其是谢龙介在这边隔岸观火斗，然后不断的这边见缝插针，最后两败俱伤。我想最后也不是民进党想要看到的结果。就民进党的这个深绿区了，高雄啦、台南啦，因为为什么民进党初选斗得这么厉害？因为谁赢了就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可能虽然现在情况改变了，因为柯志恩去高雄啊，谢龙介去台南，但是民进党还是认为说他们这个地方是这个机会比较大的，所以那个初选他们这个厮杀的这个刀刀见骨哦，这个必欲置对方于死地，就这个原因，好，就这个原因。来，没有错啊，因为你说他们的初选，你可以看出，不管你到台南到高雄，你看到他们的民进党的那个看板啊，我说实在，他们已经花了不知道是百万、千万以上的，绝对是我跟谢龙介目前都是零，好不好？都没有看到，因为他们目前都是他们的场子，他们也认为把他们自己所有的资源全部用尽，只要拿到那个提名权，党中央就会源源不断，那又是另外一个新世纪的开始，所以他们几乎是把全部的所有的实力全部是摆在他们这个初选当中。不过我还是必须要讲啊，所有的民调里面都显示陈亭妃目前还是赢林俊宪将近10几%，所以为什么林俊宪目前会这么样担心？但是呢，陈亭妃就跟我们高雄的林岱樺一样，好像就是所有的委员谁都可以出来，但是就不能你们这两个。你看看陈亭妃，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林俊宪发什么声，你只要看后面的留言区，其他的委员包括郭国文、林怡景、赖慧媛，就是他们所有的人全部在那边呼应这个林俊宪的部分，然后每次都是暗酸陈亭妃，他们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哎，所以林俊宪你应该很高兴，你所有的队友都在你这边，陈亭妃只有他一个人哎，但你在这个状况之下面，要不是你有这个上面的眼神，我也不晓得输了10几%的这个部分，你还可以在这边讲东讲西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了。不过林俊宪到最后，大家还是认为赖清德的眼神还是会关注到他这个完全嫡系的一个子弟哦，所以现在变成好像是赖清德在跟这个陈亭妃，然后再跟谢龙介，应该是以这样的关系来去看待台南的选举了。那我们高雄说实在也不遑多让了，每一个人也就是看看上面的新潮流的角度在哪里了。但新潮流角度跟我们陈其迈他这个卖派卖萌可能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们都有一些虽然说好像是出来之后都可以集体对外，但是私下当中每个人过去长期有派系的部分也有一些的心结，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鹿死谁手，民进党的初选我觉得都还很难讲。你们高雄民进党第1名的不是都已经所以说第2名、第3名在争啊，林岱樺，还有第2名跟第3名在争嘛，其他人就开始合力把那个第1名干掉。对啊，然后2跟3，就像陈亭妃一样，你民进党除了陈亭妃之外，那几个新潮流的谁出来，可能都可以共识。而且司法不仅对国民党啊，对民进党里面不满意的也把你干掉，对啊，才会。就很多人现在都在说啊，昨日林岱樺，明日陈亭妃。林岱樺现在状况是怎样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之前都有看过新闻，现在他的办公室是完全没有一个人，也就是说呢，他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运作的一个状况了，没有办法有人帮他跑行程的一个状况。他还有在跑，只是比较低调。他有在跑，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志工啊等等的，所以他现在自己也知道他的状况。对，是啊，所以他们的手法都一样啊，就是抄家灭党，然后一个是抄家灭你所有
对派系所有的这个办公室，所以我觉得现在台南呢，很像是高谭市一样，就帮派横行，然后贪官污吏丛生等等的。事实上台南过去发生多少的弊案，现在都没有解决，包含88会馆也有，然后这个绿店的弊案呢，还有陈凯琳案呢，全部都发生在台南。但是这些事情都还没有交代清楚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台南却是不断的在斗争。那我觉得陈亭妃他自己应该也都自己知道，他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下场了，可能还不知道，就是赖清德会对他下这么重的一个手而已。但我觉得在他们两个真的不断斗来斗去，我觉得让大家看清楚一点那就是真的在地方有经营的还有真的就是为地方老百姓想的，那就是谢龙介。所以这样看起来，我觉得谢龙介当台南市长机会真的非常高了。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一直蹭他嘛，理论上来讲，如果你实力很差的话，没有人要理你啦。但是现在不管是林俊宪、陈亭妃，有意无意都会提到谢龙介，所以他一定是有很高的机会。否则像民进党以前都说，在台南只要民进党提一个西瓜都会当选，但现在看起来不一样。第二个，我觉得谢龙介他自己也承诺了嘛，他只做1届。那其实这个对于台南想要求新求变是很有吸引力，因为台南长期都民进党执政，然后里面的问题一大堆。如果让谢龙介做1届，然后把这些问题把它掀出来，那他也不恋战，我觉得这个蛮吸引人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也要跟民众党合作嘛，他说下一次可以让民众他支持民众党，所以我觉得这个谢龙介选上的机会是蛮高的。世轩。我是觉得陈亭妃委员也是真的是很辛苦，他最近比较少来这边录影，不然我一定跟他讲辛苦，真的。那这个林俊宪他说什么会刊到底谁争取的这个，我觉得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状况。你说会刊记录地方上市府要做的议员8个文，我争取的，何况林俊宪自己讲说，2022谢龙介你议长投给谁？一句话就被打死。2022谢龙介说我在选市长，我怎么投议长？你懂我意思吗？他连那个时间点都搞不清楚了，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我觉得是可信度很低。那民进党在台南一定杀嘛，得初选得天下，这是他们的认为。林俊宪这一招就是借刀杀人，因为关键就在是民进党的人最在乎的就是自己人。你自己人，你这个陈亭妃敢跟这个谢龙介勾结，当然把你杀掉啊！我都有点担心哈，我在想陈亭妃委员呢，可能接下来呢不敢来向少康战情室。